战术轰炸经常让美军以极少的伤亡代价取得巨大的战果。堑壕战术使一战时英军1天内付出了伤亡6万的代价。封锁战术让二战时日军人心惶惶，完全丧失了战斗力。群狼战术更是让二战时盟军的商船是闻风丧胆。今天就给各位老铁聊一聊在一战、二战时期一度左右战局的8大战术。Top 8：渗透战术。渗透战术又叫做渗透突击战术，也被称为胡蒂尔战术。渗透战术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由德国胡蒂尔将军提出。这种作战方式呢，需要将部队分为机动部队和主力部队。机动部队携带冲锋枪、轻机枪、手榴弹、迫击炮等轻型装备，通过迂回的方式接近敌军侧翼，然后将敌军侧翼防线撕裂，并且配合主力部队重创敌军防线。随后机动部队继续深入敌军区域，并将敌军部队分割，最后与主力部队形成夹击的攻势，一举将敌军围剿。在1917年，胡迪尔将军指挥的德军面对沙皇俄国的主力军队，仅仅花费3天就将敌军击垮，并且让沙俄付出了25000人的代价，而德军只付出了4000人伤亡的轻微代价。诸如此类的战绩还有很多，感兴趣的老铁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这里就不多讲了。不过想要在战场上取得这样的战绩，不光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还需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来准备。Top 7：前行攻势。前行攻势源于法国拿破仑执政时期，由拿破仑提出，主要作战形式呢是将己方军队分成2路，从2个方向向敌方进攻，迫使敌方拉长战线，来避免敌方的利剑攻势。这样作战的好处在于分散己方兵力，减少敌方冲锋时对己方部队造成的伤害。军事地图上来看，前行攻势就像一只巨大的钳子，凶狠地朝着敌方的咽部发起进攻。将前行攻势发挥到极致的是二战时期德军的装甲部队。德军曾在库尔斯克会战中使用前行攻势，当时苏德双方一度由8000多辆坦克进行混战，最后德军损失了1500辆战车和坦克，苏军损失了6799辆战车和坦克。虽然从战果上看苏联军队的损失要大于德军，但是也正是因为这场战役让德军丧失了战场的主动权，再也无法组织起一次像样的反攻。Top 6：闪电战术。闪电战又名闪击战，起源于第2次世界大战，由德国古德里安大将提出，采用重机械化的机动力量为主力军，由炮兵打开防线缺口，装甲部队随即迅速进入打击敌方内部，随后机动步兵再跟进，属于出其不意的进攻，能够迅速地破坏掉敌方指挥中心、通讯枢纽，让敌方陷入瞎子聋子的局面。但闪电战的前提是必须拥有制空权，比如二战时期德国后期碰到了同样空中优势的美军，这样的情况德军的闪电战就无法使用了，并且闪电战对后勤的依赖程度非常高，一旦汽油和弹药无法供应就会被歼灭。例如二战后期德军发起的突出部之役就遭到了无法使用闪电战的情况，也导致了德军没有更多的装甲部队去抵抗来自盟军的攻击。Top 5：狼群战术。狼群战术首次运用是在第2次世界大战初期，由德国海军元帅卡尔·邓尼茨提出。一战时期，卡尔·邓尼茨还是一个小小的潜艇艇长，后来被英军所俘虏。在战俘营的卡尔·邓尼茨也没有闲着，开始着手研究新的潜艇战术，也就是狼群战术的研究。那么什么是狼群战术呢？所谓狼群战术，就是改变单艘潜艇独自作战的模式，提前采取侦察，确定目标的航行信息之后，提前在合适的位置部署，然后在夜间发起攻击。多艘潜艇使用鱼雷的最小射程打击目标，使敌方舰船根本没有时间反应，造成毁灭性的打击。1942年，由于德军的 U8 型潜艇产量的增加，狼群战术的威力也达到了顶峰。最高纪录2天内击沉盟军38艘商船，1942年全年共击沉商船1160艘，而德军自身损失率却不到7%。Top 4：封锁战术。封锁战也叫围困战，是通过大规模的战术包围对敌方实施局部或者全部地面和空中的军事包围、经济封锁，切断敌方的补给，从而达到扰乱敌方军心、瓦解士兵斗志的目的。最有代表性的封锁战还要数二战期间美军对日本的饥饿战役。当时的日本每年可以生产1100万吨的粮食，只能保证2/3居民的需求，所以这个缺口就只能依赖粮食的进口来弥补。美军认为，如果把日本海上航线给封锁掉，日本将处于断粮缺食的处境。
便由美军太平洋战区总司令尼米兹上将制定了以水雷封锁日本的计划，代号为“饥饿”。当时美军在日本海运线上布置了12000多枚水雷，日本海运航线因此也完全瘫痪。再加上空袭的折磨，使日本民众个个都疲惫不堪，丧失了斗志。战后统计，日本共有670艘船舶被鱼雷炸沉。1945年8月15号，天皇裕仁更是在终战诏书中公开承认，若再继续战争，势必造成我民族之灭亡。Top 3：跳岛战术。跳岛战术又被称为跳岛战略、跳蛙战术，起源于第2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中。美军对日本的越岛进攻由美国陆军上将麦克阿瑟提出，主要作战方式是收复一个岛屿之后，跳过下一个岛屿，攻占下一个岛屿。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跳过敌方防守比较顽强的岛屿，改在防守薄弱的岛屿进行登陆，再利用美军的工程建设能力和物资供应，快速地建立机场和港口，绕过敌方据点进行海空封锁。这也是后期美军能够顺利实施饥饿战役的关键因素之一。1963年6月到1944年9月，美军上将麦克阿瑟指挥盟军沿新几内亚海岸成功实施了10几次两栖登陆，绕过了日军坚固的防守据点，大大的节省了美军的人力和物力，以低代价获取了高成果。这次作战也成为军事史上的一个典范。Top 2：堑壕战术。堑壕战又称为战壕战、壕沟战，最早是起源于欧洲17世纪。欧洲在进入火药武器时代之后呢，便诞生了伞兵。但伞兵是什么呢？就是不排列队伍作战的步兵，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侦察兵或者尖兵。作战时会为自己挖一个小坑来躲避炮弹的轰炸，这也是堑壕战的前身。堑壕战真正得到大范围的运用是在第1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的德军堑壕被挖成 Z 字形，并且堑壕工事内部还有交通壕、掩蔽工事和各种仓库，十分的完善。英军指挥官在给英军统帅部的电文中还提到，德国人已经不辞劳苦地把这些防御工事变成了坚不可摧的堡垒。德军西线的堑壕体系共计超过600多公里。1916年的索姆河战役，德军依靠完善的堑壕，让英军1天就付出了阵亡6万的代价，整整让英法军队的进攻持续了4个月之久。很多士兵更是在家信中称这段时间简直就是人间地狱。Top 1：战术轰炸。战术轰炸起源于第1次世界大战，战术轰炸与战略轰炸是不同的。战术轰炸的主要作战方式是以军队和军事设施等高价值目标进行有限的轰炸，达到摧毁或者是暂时瘫痪的目的，配合战区协同作战，以便为下一步军事行动做安全保障。这也是战术轰炸人性化的一点，不会对敌方居民区等非军事化地区进行打击。美军舰艇曾经在2003年对伊拉克发起的军事行动中，70小时内向伊拉克境内的军事目标打出了325枚巡航导弹，破坏了伊拉克境内的防空作战中心、塔里克空军基地和阿尔库特空军基地在内的50多个伊拉克军队的主要防空阵地、雷达以及通讯设施。而战略轰炸袭击呢，就不仅仅是军队、军事设施等目标了。战略轰炸主要对敌方后部的生产设施、交通枢纽，甚至包括居民区。所谓战略轰炸，必然是狂轰乱炸，完全不顾非战斗人员的死活，这也是将战术轰炸排在第1位的原因。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各位老铁还想看哪些盘点？欢迎留言讨论。你想看的也是我想要了解的，各位老铁们，我们下期视频再见。